豆瓣9.7分的国综多久没见过了？今天不卖关子，直接有请年度最高分国综《寻人记》。《寻人记》是4月刚开播的一档香港综艺，由 TVB 出品。提到 TVB， 大家肯定想到各种经典港剧，但在综艺方面，它一直不温不火，这么多年来都没有特别出圈的作品。不过从今年开始 ，TVB 终于支棱起来了。1月任命资深综艺人王祖蓝、曾志伟为电视台高层，不久后便宣布了超级综艺计划，力推9档全新节目。《寻人记》就是其中代表，不仅口碑惊艳，还一举冲上了微博热搜。今天于叔就来激情安利一回。顾名思义，这是一档以寻人为主线的节目。片头旁白说得好，有人说人生就是营营役役，但有人觉得人生应该是寻寻觅觅。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寻觅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寻味、寻梦、寻空间，有时候还会自寻烦恼。而寻人记要寻的是80、90年代新闻故事中的主人公，30年后回访，看看他们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。他们的个人经历串联起香港地区30年来的社会变革，6个字概括：大时代，小人物。先说登上热搜的那期，寻找36年前的一位校草。1985年 TVB 节目《香港新一代》拍摄了会考放榜后的某校学生，其中有位学生形象出众，妥妥的校草级人物。更抢眼的是他的行为，拿到成绩单后像在赌桌上看牌一样，把成绩一门一门划开，直到全部揭晓，羞涩地对着镜头说了一句：不要拍这些。显然成绩并不理想。36年后，这位名叫韦约瑟的学生被寻人记节目组选中，经过一番打听，节目组联系上他，相约中环码头见面。如今的他过得怎么样呢？当年的会考成绩有没有影响到后来的出路？主持人带着无数的疑问在码头边静静等待。只见远处走来一位优雅大叔，正是韦约瑟。校草果然是校草，即使戴着口罩仍有当年风范。其实韦约瑟起初并不接受回访，最终改变主意并指定在中环码头碰面，是因为他想解开一个心结。什么心结呢？36年前，他曾经和2位好友一起在中环码头接受 TVB 的采访，3人情同手足，有10元就会分成3份一起花。如今维港风景依旧，而当年的2位好友却都已经不在人世。韦约瑟也只得感慨，人生很短，也很无常。主持人问了那个最令人好奇的问题：当时的会考成绩是否对人生产生了影响？其实韦约瑟早在当年的采访中给出了答案：一张纸不太重要，怎么能断定你的一生？要生要死呢？36年后，他依旧这么认为。我觉得那张纸反映不了将来我在这个社会的工作能力，会考成绩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。事实确实如此。当年会考失利后，韦约瑟没有继续读书。80年代末，他凭借阳光的形象拍摄过旅游广告，后来经朋友介绍去做了空中服务员。90年代又开始做一点小生意。如今56岁的他回首这些年摸爬滚打的经历，也颇有感触。走过，错了，改，再来，永远能重来。生命是有 take two 的，任何事都有 take two， 不是一件事就能决定一个人的，人生不是由一件事主宰的。既然任何事都有 take two， 节目组也借机抖了一个机灵，把1985年会考的试卷摆到韦约瑟面前，让他重答一次。语文试卷还好，毕竟是作文，总能写得出来，可轮到数学卷子就像在看天书了。随后韦约瑟重返母校，他发觉整间教室变小了，那是当然，因为人也长大了。临近尾声，节目组又以金句点题：是谁说考试一定要考第一？人生事事要争第一。在韦约瑟眼中，把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。韦约瑟也对着镜头一起当年情，真诚地说了一大段话：人生就是这样，有意想不到的事会发生在你身上，珍惜身边的人和你能拥有的东西，也不需要奢望再争取或苛求什么。如果我有瓦遮头，有地方住，有饭吃，身边还有好朋友、好伴侣，便已足够。于叔想到了5月天的那句歌词：一生只愿只要平凡快乐，谁说这样不伟大呢？看完这期节目，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偏偏是他上热搜，因为他讲述的是友情的珍贵和人生的选择。相比其他几期关于香港地区社会问题的节目，他更能引起所有人的共鸣。这样大大小小的考试我们都经历过，如今再回头看，当时以为难以跨越的坎儿，终于也能云淡风轻的面对。人生不是一张成绩单能够决定的，因为和试卷上的题目比起来，人生遇到的问题要难多了。跨越时空寻人这种节目形式很新颖，也充满戏剧性，但节目组如此大费周章，绝非只是为了好玩，它更像是一部香港地区的新闻编年史。每期寻找的主人公看似随意，其实都在摄入种种社会问题，透过30年的时间跨度，以小见大，映射时代变迁。比如小当家变大当家这期触及孩童监护问题，主人公倩怡1986年被新闻透视报道过。
因为妈妈要上班赚钱，年仅11岁的她每天要接送弟弟妹妹上下学，俨然一副小大人模样。30年过后，她成为一名全职主妇，照料着2个儿子和整个家庭。如今儿童的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，时时刻刻处于被保护的状态，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，现在儿童的自理能力也普遍没有80、90年代的儿童那么高了。消失的电脑王子这一期映射了天才儿童的成长与教育问题，主人公是30年前同龄人中的佼佼者，他们有一技之长，时过境迁，又有几个能把这项特长继续发挥下去呢？这期节目也很能引起共鸣，就像我们小时候身边总有些奥数天才或运动健将，可由于种种原因，来自学校的、家庭的、社会的，他们的天赋和特长无法兑现，逐渐泯然众人，实在是可惜啊。炒风再起时，则是最有地域特色的一期，映射了港人很根深蒂固的万物皆可炒的理念。主人公是一位90年代就开始炒邮票的小学生，小年纪就有丰富的投资和理财观念。节目组想知道他长大后有没有成为一名炒股高手或是投资达人呢？但他用自身经验告诉大家，投资就是有输有赢，要对自己负责，不要把自己的一生都压在一个未知的赌注上。在这些社会问题之外，我们也能看到《寻人记》的温情一面，因为这个节目让一些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再相见的人重新聚首，这是缘分。30多年前种下的缘，才有了今天的这个份。就如节目所说，说再见很轻易，有些人说完再见也不见，但只要有心，即使30年后仍然会再次相见。临时起意和机缘巧合大概是《寻人记》这个节目的最大魅力，一切都没有被事先安排，也没有剧本可依，从模糊的新闻影像中锁定一个人，发动一次30年后的突然袭击，有点像突然去陌生人家里吃饭，也有点像和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约会。这种生活的不确定性确实令人着迷。节目中有这么一幕让于叔很感动，主持人对倩怡的孩子说：“30多年后，你可以接受我们的访问吗？”谁知他举起玩具话筒反问：“我采访你们不是更好吗？”在场所有人都被逗笑了，忙不迭地答应他，还要拉钩约定，今天再种一份缘，许一个30年之约。作为一档不炒作、不撕逼、无流量的综艺节目，《寻人记》的口碑炸裂，是素人综艺的又一次胜利。最近1年，有不少人在讨论着综艺的内卷。的确，主流综艺节目做得越来越复杂、冗长，令人眼花缭乱，不断推出各种各样的竞技、选秀、成团模式，但说到底，还是为了炒作明星、制造话题、博取流量。观众早就审美疲劳了，而《寻人记》的出现对市场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，它是一次反内卷的完美示范。回归最朴素、最平淡的日常生活，反而能够挖掘出最精彩、最跌宕的故事，呈现鲜活的素人性格、复杂的社会问题。沧海桑田的巨变同样可以吸引人，而且越是普通的人就越有代表性，在他们身上我们更容易看到自己。其实在观看《寻人记》的过程，于叔不止一次想过，能不能也拍一个内地版。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太多值得被寻找的小人物。还记得上周全网都在关注10年前的一期谈谈交通，当事人是一位骑3轮车的大爷，身世十分凄苦，被网友们称为现实版活着的主人公富贵。在众人的努力下，这位大爷不久前被找到了，他已经娶妻生女，家庭幸福。这样的故事和《寻人记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除了富贵大爷之外，多年前的新闻、电视节目里还有许多值得挖掘的小人物，比如汶川地震中被救出后要喝可乐的男孩，如今还是离不开快乐水吗？10年前连夜排队买《阿凡达》电影票的影迷，现在还热爱电影吗？非诚勿扰第一对牵手成功的嘉宾后来怎么样了呢？完全不需要担心普通人的故事不够精彩，因为《寻人记》已经告诉我们，时间就是最伟大的魔术师，可以化腐朽为神奇。《寻人记》寻的不仅仅是人，更是时光的印记，历史的注脚。希望将来真的有机会能够看到内地版的《寻人记》，那一定也非常有趣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感谢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